我现在呢在白俄罗斯的涅斯维日，在我后面的这个建筑啊，是他们当地啊非常有名的涅斯维日城堡，在160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。然后这个城堡呢就特别专业啊，有那个铸造厂，有那个什么监狱，还有这个储藏室。这个地方呢就是古代的时候打仗的啊，就是用于防守的。大家看我后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护城河，这边呢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自然湖泊，这边呢就是把湖泊的水引到这边来，然后形成了一个护城河。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现在是改成了一个石桥，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木筏，就是如果说被进攻呢，就大家看那种电影对吧，就把那个木桥直接拉上或者把它破坏，这个人的话就只能游泳过去。当然那个游泳速度非常慢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些哨塔上直接拿弓箭就怒射啊！现在咱们就直接进这个城堡里面看一下。这个城堡呢，就是据说特别专业，兄弟们，你看过这个战争题材的片都看过啊。像中世纪啊，欧洲这边干架啊，就是你把这个城池你给攻下来，你就算占领这里了。咱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城池到底是啥样式的啊？大家看这个护城河的水，现在是给它就是抽干了，就是水位就是限了啊。以前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水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到这个红色城墙一半的位置。如果你要攻城的话，是非常困难的。这个和三国里面的城池还是不一样，因为毕竟三国距今这个年份太久了，都上千年了。这个的话就短短的400多年啊！大家看啊，这个地方写着1583，差不多吧，就是看书上是1600啊，差不多就是差个几年，他就把这个东西建成了。然后咱们来看这个古代的这个大门啊，特别厚。钢铁大门，兄弟们看啊，这么厚，大概有个一拃大概有个15、16厘米。它这个地方进来是一个长廊啊，特别凉爽。哎呦，这个太舒服了啊！今天由于是周末的关系，本地的这个小学生特别多啊。哇，天哪，这个地方也太大了，很气派啊！就是你看啊，这个城池在外面看就没那么大，然后进来之后，天哪！兄弟们感受一下啊，还是非常大的。我觉得里面的话，至少3000个人在这里跳广场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。你说他们这个守城的这些人，平时无聊了，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中世纪的时候跳这个广场舞或者下棋啊。给大家现在去看看每个房间还有每个区域，只要是在白俄罗斯这边啊，就周末博物馆还有这个城堡就特别多，他们这种小学生啊，其实带他们来参观一下这种历史建筑，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特别好。兄弟们，先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一个。这个在古代的话，可能是一个办公行政区啊。然后你说这边就是玻璃窗比较多的，可能是住房啊。咱们前面大概有个50号小学生啊，在那前面就这么一小撮，所以你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地方是非常宽敞、非常大的啊。我用的是0.5倍的焦距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大。这个地方至少1个半的一个足球场吧，可能比接近于2个足球场那么大啊。哇天，这里面这个房子修得很漂亮。Hello, how are you？小学生给我招手啊！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存储完你的行李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参观了啊。在白俄罗斯任何一个景点啊，基本上都有这个中文提示，就是贼专业啊。咱们现在穿过这个前面，兄弟们进这个城堡了。这个衣服呢是15、16世纪啊。中世纪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太气派了啊！这个有个那个什么东北的大地面啊。现在我们直接进入到城堡的内部啊。这个地板砖是现在给他弄的啊，原来是没有的。现在类似于一个博物馆，兄弟们看一下，16世纪的时候这个欧式的这种床，还有这种古代的打印机啊。特别多，类似于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形式，这是它原来的一个样子，兄弟们看啊。然后经过这个翻新，就是现在给它稍微装修了一下，就是变得现在这个非常漂亮。这是它的一个全景，刚才我大概是站在这个地方，如果要把这个地方全部绕完的话，需要个半个小时左右啊。兄弟们看啊。古代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城堡里面穿梭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个地方，如果说他不了解这个城市结构，比如说你拿一个刀，然后敌人来了，我一刀就捅他了。这种地方都是有玄机的啊，就是它里面非常大，错综复杂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进来了啊，这个上面有很多油画，这个就是之前公爵还有这个皇亲国戚他们的这个照片啊。你别说这个油画这东西，它可以传这个几百年，它都不会腐蚀啊。就很神奇，正是因为这个油画的这个兴起啊，所以说他们这边艺术就底蕴就很好。这还有那个大钢琴，几百年前的大钢琴，哇，这些家具就非常的豪华，兄弟们。这还有一个烧火的那个暖炉，
金碧辉煌的。今天周末，所以说游客特别多。这是古代的餐桌，现在有本地人在讲解啊。这是他们周末的旅行团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小的房间，在这个城堡里面呢，确实处于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啊。它有好几层嘛，这是其中一层，这是皇亲国戚啊，就是贵族他们吃饭的地方，现在还保留了下来。然后他们这里面的人呢，就是每个人都喜欢，因为以前没有拍照的，所以说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这个仪容，就是通过这个画室啊，给它做成油画，把他们喜欢的这个照片还有这个服装，像做成一张像照片形式的，就是贴在这个墙上。这个油画都特别的精美啊，栩栩如生。这个贵族有点帅啊，穿了一个大黑袍。兄弟们，咱们来参观一下这个主人啊，就是大家看啊，这个照片就是他，非常的有气质啊，就是腰中别着这个西洋剑啊，穿的这个衣服就是油画，能彰显出他的这个雄姿英发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他的这个夫人啊，就是女皇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他的一个模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做的还是比较逼真的。然后他们这个服装，包括他们这个小鞋子，他们这个鞋子有点那个牛仔的那种感觉啊。然后这是女主人的这个模型，大家可以看啊，下面都有她的这个文字介绍。咱们接着再往前面看啊，这边也是一个长廊，金碧辉煌的啊，特别多小学生在这边参观。兄弟们，这个是一个大厅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宝贝，其中这2对瓶子令我印象深刻啊。它这段文字就是翻译过来，它没有说明这个东西的来源。兄弟们看一下啊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不可能是他们俄罗斯这边自己做的吧啊，有可能是清朝或者说明朝啊，就是不知道就是以什么方式啊，就是弄过来的。兄弟们，青花瓷，你看这有那个江南的那种，对吧？山水就是那种画非常漂亮，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东西。这个房间我跟你们说就哇塞了啊！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熊大，然后这是熊二，然后这上面有那个鹰隼，还有这个驯鹿啊！哇，天哪，这个驯鹿的头是真的大，这个是1:1的驯鹿的头啊！你们看，你这个角度看不出来，实际上的话，这个头，我天哪，它的一个这个部分啊，就有我2个头那么大，非常夸张。这边有那种超大型的那个驯鹿的角，就是放在这个公爵这里，给现在后人参观。然后这有一些平时他们会在这个城外面打猎的一些照片，也是距今有个100多年了。看一下这个驯鹿的头特别大，这哥们儿这小胡子留的也是非常的哇塞的啊！当年他们就是用这个猎枪，然后就是干倒了这个3头熊啊，熊大、熊二、熊三啊。然后还有就是带那个猎犬，就是他们就是每个人拿着那种距今100多年前的那种枪啊，然后火枪出去打猎。这边还有一些照片，就是之前打猎的一些鸟，这是野猪，兄弟们，这是野猪啊，老照片了。然后这个是狼，兄弟们，1、2、3、4、5头狼啊，5头狼，他们会把这些打猎的、狩猎的一些战利品，就是陈列到这个房间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。兄弟们，现在是下一个房间啊，这个房间是一个会议室啊，它这边有翻译有介绍的，古代人开会的地方。没想到也这么漂亮，它这个装修啊、搭配啊，包括这个色彩啊，有点像迪拜帆船酒店的那个装修内饰啊，就是这种大红大绿的啊。这样才那个什么皇室风，这个就是皇室装修风格啊！你就记住这个色彩搭配。咱们去下一个房间啊，下一个房间，哇靠，金碧辉煌的雕塑呢，在文艺复兴时期呢，就是特别的火，所以说呢，这边也会有这种雕塑啊，就是做的非常的逼真，非常的精美。就如果说要不是白色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栩栩如生啊！他们的五官还有这个公爵，对吧？非常的立体，然后你包括这个衣服啊，这些东西它都是雕出来的，不能去触碰啊。这个还有一个钟啊，这上面有它的这个年份，大概距今的话有个150年左右啊。这种古钟表确实非常的艺术啊。这有一个天使在吹着一个号角，拿着一个羽毛啊，我以为是青龙偃月刀。然后这个区域也比较有意思啊，这个有点像古代中国，你看那种皮影戏啊，就是看剧的。这有非常漂亮的人物雕塑啊，也不知道当时是用什么技术弄出来的，非常漂亮，几百年前的东西。不光有这个雕塑，还有这个铁的啊，兄弟们看啊，这是一个铁制的一个修女，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圣骑士啊，
兄弟们，有点像国王或者骑士，非常的威风，全身带着这个护甲，披着这个战袍啊。咱们在上面刚才看了很多房间啊，现在来到他们的一个兵器室，就是放武器的地方，看一下有什么宝贝。这个房间顾名思义啊，就是军火库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箱子里面有很多这个匕首。这个是中世纪的一些长刀，还有这个匕首啊，有长一点的匕首，还有这个短的匕首。中间有各种火器、火炮啊，兄弟们看，这个攻城的大火炮，还有那个也有一个炮。这边有一个铁箱，这铁箱用来锁什么宝贝的啊？这是它的锁链。然后这个就是放到那个炮筒里面的那个炸药。兄弟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古代的盾牌啊，还有头盔，还有剑。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象牙制品啊，然后还有这个刀剑。咱们再到这个前面看一下，这个是长枪，还有这个长戟啊。哇，这有一个超长的这种打猎的这种枪，还有这个火筒，这种是他们当时会用的一些武器啊。兄弟们，这个西洋的这个剑还是比较帅气的啊，就是有个这个，就是拿在手里面就特别的有那个范儿啊。然后这边也有不同的一些装备，这有一些这个左轮手枪，这个应该是近代的，兄弟们。这有一面鼓，我天哪，这东西穿起来的话，应该刀枪不入啊，兄弟们。能见度就只有这个眼睛这一条缝啊。夏天穿的话不舒服啊！哇，这边也是，这是各种各样的盔甲。哇，这个盔甲的话，确实，兄弟们看啊，它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盔甲，在这个手指关节这个地方啊，也有这个保护啊。这个是长刀，穿上这个东西的话，基本上你就刀枪不入。这个是以前古代的这个炮啊，兄弟们。这个炮的话，一炮打下去的话，这威力也不小啊，破坏力、杀伤力极强啊！兄弟们，现在我们参观结束了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刚才就是我就在这一圈啊，就仅仅是这一圈就参观，然后里面非常大，东西非常多。你像这边啊，还有这边，还有那边，基本上就是目前是不怎么开放的，就是有一些房间它不对外开放，就是足以看出这个地方还是特别大的啊。几百年前，你像这个城里面啊，就是贵族啊，他们平时会出去打猎啊，唱唱歌、跳跳舞。皇室这个生活非常的奢侈奢靡啊，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值得来的，兄弟们，非常漂亮。然后里面这些东西，相信你参观之后绝对会感受还是特别棒的。城堡逛完了，到这个小卖店喝一杯这个白俄罗斯的格瓦斯，兄弟们，味道相当的哈拉少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哈拉少，兄弟们，黑色的这是酱，包浆的，兄弟们，上面还飘着那个泡沫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就是白俄罗斯的格瓦斯啊，他们是由那个黑面包就是酿的啊，这个是8+1，就是跟其他的那种8+1的那个度数不一样啊，它是比较淡的，有点像咱们国内就是很多年前那个皮尔茶爽啊，就是那个差不多那种味道啊，但是这个黑面包的味道确实非常浓啊，喝了比较上头啊，兄弟们。啊，太爽了。